各位大家好，我的世界基岩版本周终于发布了 26.20 的首个預覽版本 26.20.20， 本次主要對一系列特性與 Java 版進行了同步。那麼直接開始本期正片吧。首先，放置在切紙銅台階、切紙銅樓梯及其氧化和塗蠟變種上的音符盒會發出小號的音色，此前是豎琴或鋼琴的音色，並且小號音色也會隨着銅塊的氧化程度而改變。其次，現在對草方塊使用骨粉還會有概率生成高草叢，更改了幼年人形生物穿戴的鎖鏈頭盔頂部紋理，現在增加了頭盔上方的鏤空部分。幼年海龜現在也擁有了獨特的游泳動畫效果，豬的音效變種現在有獨特的餵食音效，更改了疣豬獸幼年個體的紋理，現在背部的鬃毛紋理分布於兩側而非單側，更改了熊貓和海豚幼年個體頭部的後部紋理，這是幼年熊貓的紋理對比，大家可以看看。這次還更改了攻擊時的擊退效果行為，現在擊退的效果已經不再會變得很大。以上特性均匹配了 Java 版特性及上周快照內容。你現在還可以在高品質圖形模式下看到末地中發出的閃光效果。對所有展示架和鸚鵡羅凱加入了靈動視效的支持，但是因為這個更改導致這些紋理全部都不正常顯示，而且還是粉色的樣式，缺失了貼圖，感覺這個要在下周預覽版修復一下了。接下來是內容方面的修復。修復了成就屏幕上的遊玩時間會在加載時顯示-1小時的問題，被金蒲公英阻止生長的幼年生物被餵食其他物品時不再會顯示綠色粒子。現在火把的配方可以通過獲得木棍、煤炭、木炭或任意類型的鎬來解鎖，並且獲得之後就可以立即合成火把。修復了開啟靈動視效並截圖時不會隱藏雕刻南瓜和望遠鏡的覆蓋層問題，並且修復了開啟靈動視效時可以在帶有旗幟圖案的盾牌的正面看到 Mars 紋理的漏洞。還修復了在世界中切換至光線追蹤圖形模式時不會正確加載的漏洞，加入了 All UI 版本的存儲設置，目前只能通過修改文件才能看到。界面上已經進行了一些調整，但是目前無法管理世界、資源包還有其他內容等，在後續版本中會逐步向各位開放。這期視頻就先到這裡了，感謝觀看。如果對本期視頻感興趣的，可以來點讚關注支持一下吧。本視頻製作不易，下期再見。